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陈情令再看才明白，蓝湛放手魏无羡，是因为他已经明白了什么？陈情令是一部改编自魔道祖师的古风玄幻剧，讲述了魏无羡和蓝湛在江湖上的恩怨情仇和爱恨纠葛。该剧在2019年播出后，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热议和追捧，被誉为中国古装剧的巅峰之作。其中，魏无羡和蓝湛的感情线也是最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之一。魏无羡和蓝湛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简单，他们性格迥异，却又互相吸引。魏无羡是一个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少年，他喜欢自由自在的闯荡江湖，不拘小节，不畏强权。蓝湛则是一个清冷高傲、规矩严谨的少年，他出生于云梦江氏，是正道领袖之一，他遵守家规门规，不轻易动情，不随意招惹。他们相遇于云深不知处，相识于夷陵老祖墓。他们在一起经历了许多危险和困难，也有过许多欢乐和温暖。他们互相救过对方的性命，也互相伤过对方的心。他们之间有过误会和冲突，也有过理解和信任。他们之间有过分离和牵挂，也有过重逢和拥抱。他们的感情经历了风雨洗礼，也经历了时间考验。在魏无羡被世人误解、追杀、陷害、死亡后，蓝湛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他的寻找和等待。在魏无羡重生后，蓝湛也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他的守护和陪伴。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共同面对了所有的敌人和难题。他们最终成为了彼此的归属和依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蓝湛对魏无羡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初期，蓝湛对魏无羡十分严厉和苛刻，他不让魏无羡随意招惹人，也不让魏无羡随意使用邪道法术。他甚至曾经说过，你若再这样下去，我会亲手杀了你。这些话语让人觉得蓝湛是一个冷酷无情、刻板正义的人。但是，在后期，蓝湛对魏无羡的态度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不再那么严苛和刻板，他开始放手让魏无羡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去招惹他想招惹的人。他甚至曾经说过，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不会再管你了。这些话语让人觉得蓝湛是一个温柔宽容、包容大度的人。那么，蓝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已经明白了什么。他已经明白了，魏无羡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思想和信念的人，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本性和选择。他已经明白了，魏无羡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情感和喜好的人，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爱恨和欢乐。他已经明白了，魏无羡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命运和责任的人，他不会轻易逃避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陈情令，蓝湛说幸好的时候，为何不敢直视魏婴的眼睛呢？陈情令里蓝忘机携手魏无羡终于在一城一举歼灭了藏匿在妖物背后的妖孽，让正义之光驱散了这里的妖物，让一城重见天光。许是被双道长的遭遇触动，蓝忘机在埋葬阿金姑娘的时候说了一句幸好。我们都知道幸好的含义是什么，那明明就跟魏婴息息相关，可为何蓝忘机说的时候却不敢直视魏无羡的眼睛呢？一城的故事很悲惨，不管是在原著小说里，还是在电视剧里，在这里蓝忘机和魏无羡不是主角，
而是换成了双道长和薛洋。不管是小星辰和宋兰，还是薛洋和小星辰之间的爱恨纠葛，都让人唏嘘。这里的爱与恨，黑与白，正义与邪恶拉扯到了极限，最后惨烈崩断，谁也没有得到善终。小星辰在知道自己救助的人是薛洋，而且还杀了那么多无辜之人后，直接饮恨自刎，以惨烈的方式留给了薛洋多年的荒芜和彷徨。薛洋这个从来被浸染在黑墨之里的反派，却因为小星辰的死，在驿城里疯癫了多年，最后终究死在了宋兰的剑下。而宋兰呢，一路寻寻觅觅，找到了小星辰，甚至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来得及说，就被薛洋拔去了舌根，将其变成了半人半鬼的凶尸傀儡。驿城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得到善终了，非死即伤，何其惨烈！尤其是双道长，当年是被蓝忘机实名羡慕过的。当年蓝忘机看到双双飘然远去的双道长，他眼里多羡慕，他当时就在幻想，若是他自己能够有一天跟魏婴也如此结伴云游天下就好了。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没想到多年后再见到双道长，他们早已经天人永隔，阴阳分道了。蓝忘机曾经就因为双道长的事情醉酒过一次，那也只是道听途说，后来亲眼所见，他怎么能不更加感怀呢？所以才会在阿金的坟前，蓝忘机说了那句幸好，那句幸好说的就是魏婴。幸好魏婴回来了，幸好魏婴还活着，幸好他还有弥补遗憾的机会，幸好一切还可以重来。可是蓝忘机在说出幸好的时候，却躲开了直视魏无羡。他声音喃喃，生怕声音大一些就会驱散这份幸运，生怕语气重一些就会吓坏眼前人。此时他们的关系未明，他不敢直勾勾地盯着魏婴说，他怕魏婴读懂了他眼里的情愫，他怕除了幸好二字，他再说出其他惊世骇俗的话来。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却害怕再次将魏婴吓跑。魏无羡重生以后，蓝忘机所求的不多，他只求魏婴能好好的待在自己身边就好，他并不奢求魏婴能对他隐秘的情感有所回应，只要他好好活着待在他的身边就好。魏婴果然没有听懂，蓝忘机怕他听懂，但又不免失望和遗憾。怕魏婴懂了便吓跑了，又失落于魏婴的没懂。这样小心翼翼的韩光君，这样爱的卑微的蓝二哥哥，怎么能不让人心疼呢？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